闻言，牧尘的神色也是微微一变，眉头一皱，缓缓的道：“确实不能说。如今我们成功进入了神奇联盟之中，我的目的就是能够在这其中找到之前天心主所说的那本功法——一气食神化。只有找到这本功法，我才能继续修炼剩余的几座原始法身。不然，对于我来说，就算找到其他座原始法身，也无法修炼。”牧尘，神奇联盟乃是第1等级世界的巨无霸，其中的神之资源和宝物定然丰富无比。不止你的一气食神化功法，怕是连我的第10道祖符应该也有着信息。因我只要知道自己所需的信息资源，我们的实力必定会更上一层楼。灵动一笑，然后拍了拍牧尘的肩膀，说道：“从他们刚进来神奇联盟的时候，就被那般如此粘稠的神元之气给震惊到了。所以寻找更多的资源，神奇联盟必然是目前唯一的大量信息库。所以他们对于3日后的神使候选，必须赢才能成为神使。有了神使这身份和地位，想要收集一下这类的信息资料，并不是很难。如果输掉的话，那么面对他们的只有2个选择：一是神力被抽离，实力跌落至准神境，成为神奇联盟的使者；二是可以保留神力，但是却成为了普神。无论以后自己多强大多么有天赋，都无法成为在神奇联盟中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神，并且永远生存于9域天之中。此前的丘王正是一位普神，所以当了数万载的普神也只能是如此，仗着自己有强大的靠山。对于一些新神和没有背景的普神或者是使者，都会收取保护费，将其收拢为自己的小弟。但是这保护费的事情，对于灵动牧尘而言，那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他们可是真正的王者，王者怎么可能会需要别人的保护？林兄，这一次神使候选有着摆明9域天的神之天骄，他们可都是序列神中的佼佼者。据我了解到的消息，在这些摆明的神之天骄之中，有一半可都是第1序列神，特别是前5的佼佼者，他们已经超越了第1序列神的领域，怕是已经达到准天位神的层次。牧尘也是将此次参加神使候选的这些摆明神之天骄的各种信息讲了出来。第1序列神倒是不怕，但那前5位的准天位神的确有些棘手了。希望我们几人的对手不要对上那前5名的神之天骄，不然以我们目前的实力，必定会落败。灵动也将自己如今的实力拿出来，做了一个分析。确实，就算灵动牧尘拥有大咒的神物、祖符和原始法身，但以第3序列神的实力，击败准天位神那等几率几乎是为0。但我们也不至于运气那么好，与那前5的神之天骄对上，所以我们也顺其自然。这3日的时间里，可以利用这里浓郁的神元之气进行修炼吸收。虽然无法在如此短时间内突破，但是也会有些精进。牧尘也是笑了一笑，脸上充满着激情。他们可都是不凡之人，经历过生死，不敢面对着多么强大的对手，他们从来不会退缩，因为他们始终相信一句话，就是如今强大的对手可成就自己，日后变得更加的强大。好，这办法也不错。那么为了我们成功顺利成为神使，加油吧！灵动牧尘2人伸出手掌相互的击掌，彼此之间有着惺惺相惜之感。毕竟他们可都是千元界的守护者，其天赋之强难分高低，他们都是很出色的强者，日后也能够在第1等级世界中闯出一片天地，站在神界最高处，俯视众生生灵。旋即2人便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之后，袖袍一挥，强大的神力释放而出，将此处与外界断开联系。修炼就是需要非常安静的环境，灵动的房间里顿时有着9种属性的力量不断的散发而出。牧尘的房间也是有着6道可怕的原始法身力量，光照万古。就连天心主的房间里也早已经盘腿而下进行修炼。如今对比灵动和牧尘，天心主的战斗力最弱，而接下来的神使候选更是有着十分艰难的挑战。毕竟灵动牧尘拥有神物，自然能够凭借自身的强大天赋和力量抗衡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而对于天心主来说，虽然有着排名第1的血帝法身，但是比起牧尘的原始法身还是相差很大一截的。但既然已经来到神奇联盟，天心主自然也不会觉得由于实力上的差距就会打退堂鼓，不然他也不会成为天星界的最强之神了。随着灵动牧尘、天心主3人进行沉浸式修炼之时，其他的住所房间中也都是选择了吸收这里浓郁的神元之气，进行提升实力。他们正是10位星神之中的7位，包括剑圣葛伦、云灵界的灵境、天宗的天立峰等人。而在他们这星神住所的一个角落房间中，这里已经有着隐晦的气息在缓缓散发着。房间内有着一位盘旋在空中的一道黑袍身影，在其后背的衣袍上有着噬魂2字。这里的神元之气果然丰富，这样就有助于我修炼噬魂诀了。等我修炼大成，我一定会让你知道我比你更强，也会将你永远的踩在我的脚底下。炎帝说到最后那2字时，那语气明显的加重了许多，并且带着极度仇恨之意，仿佛现在就想要将他所憎恨的那人让他品尝100倍偿还的惨痛滋味。不过就在这位黑袍身影修炼当中时，他的身边便是出现了另外一道陌生的黑色衣袍身影，而这位出现的黑色衣袍身影的后背上也同样写着噬魂2字，看来应该是同一神势力了。你可别忘了，我们将你从封印中救出，可不是让你报仇为先，你必须要完成噬魂大人的任务，不然的话，我回去都不好交差，到时候恐怕你的仇还没报，就先陨落了，那就非常不值得了。毕竟噬魂大人的那个任务
可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务必要完成，明白吗？魂天帝。这位黑色衣袍的身影半虚半实，之所以出现，就是要让魂天帝认清楚目前他自己真正要做的事情。属下明白。盘旋空中修炼噬魂诀的黑袍身影，其身份竟是魂天帝。如果萧炎在场的话，肯定会大吃一惊。没想到当年在那斗气大陆的双帝山被炎帝封印的魂帝，竟然也出现在了第1等级世界，而且还出现在了神奇联盟之中。而他就是此前也参加了招揽神会，获得前10的名额，如今来到9域天中的10位星神之一。属下定然不会让噬魂大人失望，他所交代给我的那个任务，我必定能够将其完成。魂天帝那阴森低沉的声音自他那黑帽之下缓缓地传了出来。好，如此甚好，希望你的仇恨先放一放，只要你能完成噬魂大人的任务，不仅你的仇恨能够给了结，而且还能成为在神界的响当当人物。噬魂大人将你解封带来神奇联盟之中，为的就是让你加快对噬魂诀的领悟与修炼，而这个神奇联盟之地正是你的最佳之地，希望你也能尽快完成噬魂大人给你的任务，祝你好运。这位黑色衣袍的半虚半实之身撂完话之后，便是消失在了魂天帝的眼前。炎帝，等我魂帝归来时，斗气大陆不对，应该是整个千元界都会被我彻底的毁灭，让这个大界成为大咒中的尘埃吧。一道激动又兴奋的声音自魂天帝的喉咙处低沉的传了出来。3日的时间，便是在灵动牧尘等人在沉浸式的修炼中，很快的就过去了。这今天正是9域天之中的神使候选之日，9域天中的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特别是这一次参加神使候选的那些参赛者，个个皆是实力不凡。这一场对决怕是相当精彩又艰难。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9域天这暗红色的天空时，整个9域天便是犹如暴风雨即将要到来之前的恐怖而压抑寂静无声的可怕氛围。在这3日中，也有诸多参赛者基本都沉浸于修炼之中，然而这一刻也彻底的被打破，引爆而开。随着被打破，这些参赛者的气息比起3日之前有所精进不少，其中特别是灵动和牧尘，以及谁也不知道那位黑袍身影之下的魂天帝。神使候选在9域天之中万年展开一次，针对每一次招揽神会所招进来的10位星神和沉淀数万年的老腊使者，以及9域天之中的那些神之天骄。当然，随着神使候选的开始，今日的9域天怕是在整个9域天神阁之中最为热闹的天域了。9域天之中爆发出了如滔天洪水在狂翻乱涌般的巨大喧哗呼喊之声。每一届的神使候选的意义非常的重要，那就是一旦能够在这一次100名参赛者之中获得胜利，一些实力出众者脱颖而出的话，就能够成为神奇联盟中有身份有地位的神使。之后要风的风，要雨得雨，自己想要什么资源都会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甚至日后随着实力越来越强大起来，还能够有机会进入更高层次的御天之中，获得更加丰富的神之资源，在神之路上走得更远更强大。神使的身份可想而知，在神奇联盟中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在神奇联盟中有着一定的身份地位，仅次于神君。神使也是神奇联盟所认可的一种身份，只要有了这个身份，就有机会进入神奇联盟其他之地，能够让自己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毕竟神奇联盟非常的广阔无边，其中的神之资源以及诸多的神奇宝物，达到一定的实力和身份后，都是能够坐拥其享，坐享其成。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神使候选的开始会让整个9域天的气氛达到如此澎湃的程度。而这一次的神使候选有着100名参赛者，这每一位的参赛者皆是实力不凡，达到了第1序列神领域的也是有着一大半，第1序列神巅峰的也有着不下10位，甚至准天位神领域的也有5位。在如此强大的参赛者之中，就算是灵动牧尘等其他星神想要脱颖而出，他都是非常的困难。当然，那5位准天位神的神之天骄已经100%的占据了5位神使的名额。要知道，就算是准天位神，也不是第1序列神巅峰的神奇能够抗衡的存在。序列乃是纳入世界序列，天位则是纳入神界天位，准天位神便是已经踏入了神界天位的半只脚了，更是有着准神魂的力量。换一句话说，准天位神的眼里可是序列神位蝼蚁。而这一次的神使候选只选取20位神使的名额，只有在这100名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成功取得胜利，就有获得这20道神使名额之一。此时9域天的天空上有着不计其数散发出无比强大的气息身影，他们陆陆续续的从4面8方朝着神使候选阁的一处巨大的广场中掠来。很显然，这些强大的身影便是这一次神使候选的参赛者。这一日，欢呼雀跃之声也瞬间沸腾而起，无比的狂热。神使候选阁中的这处巨大广场边缘之上，已经坐满了数万道的身影，而这些身影皆是此次赶来看神使候选的观赛者们。对于神使候选的这一场大赛，对于观少赛者那是必不可的。而在这广场的上方，竟是没有所谓的天花板，而是无尽的暗红色天空，与神使候选阁之外的天空一模一样，极为的玄妙。不愧是神奇联盟的大手笔，这神使候选阁竟然如此的特殊。明明之一座巨大的宫殿，从外处看显然有着宫殿的结顶，
那为何在其中的广场中往上空看，则是一片无尽的天空？这一幕对于星神来说，着实有些震撼无比。这之中，在建造这座宫殿时，必定有着巧妙的手法。紧接着，越来越多的声音都是冲进这座神使候选阁之中。要不是宫殿广阔有巧妙，怕都是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人马进场。然后，其中有着气息强大的身影，则是落在了巨大的广场中。这些身影也是稳稳落地，气场更是猛然的爆发而出，令得数万张观赛座位上的观赛者惊呼呐喊。然而，就在这时，广场上空的一处空间裂缝便是浮现，在其中踏出足足有5道身影。也就是这5道身影的出现，令得在场的所有气氛更是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数万的观赛者那惊呼呐喊声更是变得高涨起来，因为这5道身影乃是9玉天的神之天骄中的佼佼者，实力更是凭借自身的强大天赋突破到了准天位神，已经半只脚迈入了神界天位中了。所以，这5位准天位神乃是这一次神使候选中人气最高，感受到万众瞩目下，很明显的可以观察到，在他们5位的嘴角之上，缓缓浮现出一抹浓丽而微妙的幅度，流露出一副轻蔑又极为自信的笑容来。随着这5位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出场后，其他神之天骄也是纷纷学样，特别是第一序列神巅峰的参赛者，徒手撕裂空间，出现在这巨大的广场中。同样，他们也是受到很多观赛者的呼喊尖叫。此时此刻，在这巨大的广场中，已经站着数百位神使候选的参赛者，其中灵动木陈天星主、剑圣葛伦以及其他的星神也统统出现。四周那沸腾的欢呼声响彻这片巨大广场上，灵动木陈等人站在广场中，他们的目光扫荡着四周，还特意在那5位准天位神的参赛者身上多停留了几秒的时间。也就是这般微乎其微的动作，却被他们5位准天位神的参赛者发现，后者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将目光投射在了灵动木陈等人的身上，来回扫荡。在双方数目的对视之下，对方直接释放出无形的强大气息，朝着他们这边袭来，直接将灵动木陈等人的身躯压得差点喘不过气来。天星主更不用多说，已经有一只脚跪在了地面上。不愧是准天位神的力量，仅仅只是释放出气息，就能够将他们压制得无法动弹。灵动木陈的心里也是暗自啧舌，看来这神器联盟之中的这些神之天骄不好对付。就在灵动木陈他们准备反击对抗这股力量时，对方却是收回了强大的气息，然后目光也收了回来，不带一点挑衅之意，对着灵动木陈等人施压了之后，便直接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但碍于神使候选还没开始，灵动木陈也没有选择动手。对于这5位的准天位神，他们的实力固然强大可怕，可是灵动木陈也不是善茬，如果对方真的与自己对上，那么灵动木陈也不会犹豫，必定要与之死拼到底。神使的地位，他们也是势在必得了。这些新神的实力似乎比历届的更强一些。在刚刚与铃木陈等星神释放去的气息后，他们5位便是开始分析这些星神的实力。不过，对于我们准天位神的实力来讲，这些序列神实力的新神，一切的结局都已经在我们的手掌之下注定了。他们5位用神魂力量交流后，嘴角也是露出一抹微妙的幅度，显然也是看不上灵动木陈等人的实力。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1万年一次的神使候选大赛也即将要开始了。数万名的观赛者，使得广场的四周皆是有道道欢呼雀跃之声不断的响起，这影响力比起招揽神会更加的惊人。此时此刻，在这座神使候选阁之中，一道钟鸣声突兀的响了起来，旋即一道极为华丽尊贵、金袍加身、头戴帝冠的身影便是出现在这神使候选阁中的广场上空，一股无形的压迫感便是随之席卷开去。就连刚刚那5位准天位神都是脸色一变，因为这道压迫感过于强大，远远超越了他们这准天位神的层次。见到这道身影后，在场的所有参赛者以及观赛者皆是眼中都是露出极为恭敬的目光。那是我们9玉天的神君大人终于出现了。随着在这道金袍身影的现身，顿时间让得整个广场的气氛都是瞬间的被彻底的点燃。当然，这位9玉天的神君灵动木陈天星主以及其他星神都是极为的熟悉，正是招揽神会时出现的天意神君，同时也是将萧炎差点杀死的天一神君。为了从萧炎身上夺取神火，还真是对萧炎痛下杀手。原来他就是9玉天的神君。灵动木陈的嘴角也是微微变化，但他们并不知道天意神君后面会对萧炎做出那件事情，所以也并没有出现什么偏激之色。不然的话，灵动木陈作为萧炎一直并肩作战的好兄弟，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广场上空，天意神君的身影悬浮其上，负手而立，遮着广场上的数万道身影，旋即微微一笑道：“各位，今日乃是我们9玉天神使候选赛的大日子，希望在场的所有参赛者都能够全力以赴，展现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击败你们的对手。只有这样，才有希望把握住神使的20个名额。”天意神君说完，脸上的笑容依旧，其目光环视了一圈下方广场上那群雄涌动的火爆场面后，再度开口宣布道：“这一次在神使候选赛中，总共有着100名参赛者，其中有一大半都是9玉天的神之骄子，以及3位沉淀数万年的使者，还有这一届招揽神会中带回来的10位新神。”天意神君的最后一字落下后，
便是将目光投向灵动、牧尘、天心主等10位星神。在看到灵动和牧尘时，也是想起了此2人，其中一个修炼的是祖符，另一个是原始法身，所修炼的皆是大咒神物。对于这样的神物，天意神君自然不会失去。虽然没有神火那般诱惑人，但是如果一旦将其获得，对于自己的实力也会大大的提升数倍。所以在天意神君的心里，便是打起了祖符和原始法身的主意。当然，我想你们这100位名额参加此次的神使候选色为的就是成为神使，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获得我们神器联盟更好的资源以及神器宝物，甚至还可以随着实力变强后，前往更高层级的御天中。望大家可以用尽最大程度的力量，展现出你们自己的全部实力，争取能够把握拿下属于自己的神使名额。天意神君的声音如雷贯耳一般，回荡在广场上每一位神奇的耳朵中，非常的激动人心。他们等了准备了万年的时间，为的就是这一天。这一刻也终于来临了。是。在这数万名的身影之中，所有的参赛者齐齐异口同声道：“我正式宣布，这一场神使候选赛正式开始。”天意神君的声音再度如雷贯耳般的在这广场上响彻而起。随着这道声音落下，整个广场都是变得异常的火爆和激烈。广场中的每一位参赛者都是相互对视而立，很快便是有着一道接着一道的强大神力弥漫在这巨大的广场上。100道身影开始不断的选择对手，开始进行激烈的攻击。不同程度的可怕神力在广场内纷纷爆涌，顿时之间，阵阵对碰战斗之声响了而起。这一场神使候选的战火已经彻底的点燃。在如此多参赛者的群战下，就连这巨大的广场都受到了诸多强大神力的波及影响，都开始颤抖起来。不过这广场由于是特殊的材料建成，几乎无法将其击破，所以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比起招揽神会更加的激烈，拳拳到位，神之技能接连不断的爆发。而其中实力弱的参赛者自然成为了实力强大参赛者眼中的猎杀目标。那么灵动木尘天星主、剑圣葛伦等10位星神便是成了其他参赛者的目标。很快便是有着几十道强大的气息将他们10位星神给牢牢的锁定。牧尘天星前辈，看来这一次可比招揽神会更为棘手啊！灵动的低沉之声响起，其深邃的眼眸之中充斥着不同颜色的金芒。林兄，棘手又如何？神使的位置可不能少了我们。牧尘对着朝着他们急速攻来的身影冷笑一声，充满着可怕的战意。所言极是，我天心就算粉身碎骨，也要抓住最后的一丝机会。说着，3人便是相视一笑，心中便是想起，不知道萧炎目前怎么样。此前没能成功晋级招揽神会的前10名额，失去了进入神奇联盟的机会。不过第1等级世界那么浩瀚无尽，除了神奇联盟，其他地方同样也有着一些强大的资源，想必萧炎应该也获得了不少强大的机缘，也说不定。不知下一次与萧炎见面时，不知对方的实力会达到什么样的强大程度，还真是让人拭目以待。灵动木尘天星主等人如此想着，便是眼神一凝，在其体内爆发出了无比可怕的神力波动，9道祖符、6座原始法身以及血地法身全部召唤而出。灵动木尘天星主竟是一开始就亮出了自己的底牌，看样子他们的对手可不简单。把我们当成猎物，谁是谁的猎物还不一定。灵动木尘天星主3人的脸上露出一抹冷厉之色，周身的强大力量震慑了不少参赛者。毕竟祖符和原始法身这等可都是大咒神物之一，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将其中的力量给释放出来，但是就算如此，也能够挑战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对手。有意思，这2人的身上竟然还有神物祖符和神物原始法身。见到灵动木尘2人所施展而出的强大底牌后，他们个个的脸上有露出一抹贪婪之色。击败这2人，他们身上的神物就是我们的了，哈哈哈！一些参赛者见状也是激动了起来。对于大咒的神物，任何神奇都是有着万分垂涎，毕竟神物在大咒之中也不是特别多，所以今日在见到祖符和原始法身时，更是让其他的参赛者战斗力暴涨，因为他们不仅要取得神使的名额，也要夺取祖符和原始法身。几位新神们，不好意思，接下来你们准备出局吧，接我们一招。很快，充满杀意的气息将其灵动和牧尘以及天星主牢牢锁定。数位参赛者便是轰出自己可怕的神之技能，随着神之技能一出，天地间的空间顿时扭曲起来，多处虚空上也是出现了不少的裂纹。强大的攻势直接将灵动牧尘天星主等人包裹在了其中。如此强大攻势对于灵动牧尘等人而言，也是受到了不少的压力。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参赛者也没有保留任何的实力，一出手便是绝招。这神使候选赛还真是激烈又残忍。9符寂灭，太初丸，血地法身。感受到对方的那猛烈强大的攻势，灵动木尘天星主也是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强大的反击。空中3道强大的攻势直接以极快的速度洞穿空间，最后直接与对方的数道攻势轰击在了一起。顿时间，在这广场之上，有着巨大的爆破声响彻而起，带着无尽的光芒自那碰撞处散发而出，将广场照得无比的耀眼。不少参赛者也是被这能量冲击下所产生的光芒弄得有些刺眼，短时间内竟然无法睁开眼睛。
就连观赛区域上的数万道身影，也是无法将视线洞穿光芒内的具体情况。但是那其中的能量撞击声依旧没有停止下来，并且越战越强大，个个都是爆发出了自身全部的力量。因为那20个神使名额，他们可都是拼了命的，要势在必得。广场的上空，天翼神君那深邃的眼眸对着那无尽耀眼的光芒中投射而去，似乎他能够看得清楚。的确，对于一名异重天位神而言，他是能够看清其中的画面。毕竟天位神拥有神魂的力量，可透过神魂的感知，能够察觉到光芒内部的战斗情况。而就是在这天翼神君的神魂探知之下，却是令他的神色微微一变，因为他看到了灵动牧尘二人竟是爆发出极其可怕的实力，对抗住了数名第2序列神实力的参赛者，并且灵动周身的9道祖符之力直接催动到了极致，再借助着耀眼光芒的辅助下，融合9道祖符的全部力量，直接将这些第2序列神实力的参赛者一招重创。牧尘也是如此，直接选择融合了5座原始法身，强大的太初世界体就此诞生。一拳之下，洞穿空间，轰击在了对方的胸膛之上，瞬间数道身影倒飞而出，重重的摔在了地面上。受到如此强大的猛烈攻击时，就算是第2神实力的他们也是遭受重创，体内的骨架都被轰裂了一般，无比的疼痛难忍，嘴角处的鲜血也是不停的流出。